但是新青安啊，透过这个 debug 哦，它已经被改的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现在认为哦，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就办一般房贷就好。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我出租嘛，对不对？哦，那我是自产的需求。但如果你今天是自住的需求，你有首购，你有想要用，那你就去用没关系。它不是有一个截止日吗？哦，那你就去用，哦，这没关系。这是政府的美意，那你就去用。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心里就有打定自产出租的需求，那你就不要考虑了。这个自产出租需求包含到你这间房子哦，未来都不能够出租。40年房贷，40年不能出租，来，你自己觉得，假设你本来就是打算自住，那之后你要怎么办？之后你会搬家，你会干嘛，对不对？然后搬家你也不想卖，那你就想啊，那我拿来出租还不行呢，对啊，所以不 OK 啦。就如果你只要认为自己这间房子以后有任何出租的需求，你就不要用了哦。超过50岁还能够轻松申请新青安吗？先说结论哦，可以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哦，居住正义大侠老了以后住得到社会住宅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50岁能不能申请新青安？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财讯的新闻哦。来，你来看这个标题叫做50岁也能申请新青安，核贷3092户，还完都超过90岁。你看他核贷了呢，新闻嘛都会讲的比较夸张一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拉一些数据来讨论。我们现在聊50岁以上能不能申请新青安，答案是可以哦。那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像连胜文50几岁还在那边国民党青年会主席所以国民党认为50几岁叫做青年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50岁以上在银行眼里它就是可以。那新闻也讲现在有3000户以上核贷是成功的，但是这个不太可能可以申请到新青安最迷人的东西叫40年嘛，对不对？还款年限40年。哪间银行那么猛？这个我要去申请哦。那之前我们有讲过，银行现在普遍的内规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限要怎样，小于等于75所以你超过50岁，不太可能让你贷到这个25年以上的房贷。那我们还是来聊数据来，你来看，你看即使你用了新青安这种强力过件，对不对？强力过件的这个房贷专案这个又是政策呢政策指标所以那个8大长老公股行库他们就是要配合只要有人申请新青安，你就是要给他，你就是要帮他弄，然后你就要让他强力过件这政策指标嘛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一堆人只能贷到20年对不对？那我会猜这20年里面要嘛一定有这种人但极少数就说不要我20年就好，我想把它缴完极少数有实力的那里头已经绝大部分都是怎样都是这个我刚刚说年纪大的，不然不应该核贷的年限20年。那我认为这张表比较有趣的是，你看能贷款超过30年以上的人，居然超过50%你这上面的比例嘛50%。好了，我也看先猜，应该一堆都是年轻人所以银行敢贷他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你要知道几岁的人最常用新青安好，来一样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这个图表。来，你看39岁以下的人占比73%就未满40然后40到49是22%，然后5%就是个50岁以上。看这个5% 50岁以上是不是跟刚刚的图表它只能贷到20年以下，它的比例是6.78%，这其实是正相关的所以年纪大，你的贷款年限就是低啦就是这样。50岁以上还没有买房子的人，他居然可以用新青安，表示他真的没有买房子他现在是他的首购，50几岁这是少数，在台湾嘛，不是大家有事没事就是觉得自己买一间房子，小套房也好，以后有个那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些人他会买怎样的房子？我猜啦应该要是4房4房正4房，对，用新青安直接上到正4房。这个我补充一下，不是说怎么那么便宜这1000万贷款就可以买4房，不是这样，而是说你可以去买2500万房子可以，你可以去，然后假设你自备款这个自备 X 好了然后
反正你贷款部位里头，你其中的1000万的部位你用新青安是可以这样啦，这个叫组合贷啦，不是说你用新青安，所以它限缩了你那个找贷款的总价贷，当然这会有影响，这不是规定。你要是你的房贷部位是1500万，那你就是1000万来做新青安，然后你500万你一样是走一般的房贷那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好啦，你看用新青安买房子的人有超过53%买的是36坪以上的房子，36坪这当然是全幢可能还有车位，但这个叫做平均嘛，平均就是怎样，有高有低嘛，那平均都要平到36了，那你觉得这里头高的人他高到哪里？应该50、60，对不对？你不觉得这很不合逻辑吗？36坪以上的房子假设我们就算它没有车位好了，这室内36坪，这一定可以做4房，对不对？好，那如果它扣掉车位的话，这个弄个3+1应该都可以，反正就不是小坪数，就不是小两房，对不对？你年轻人不是没钱吗？怎么会有这个财力一次买就给他买到4房应该就是我刚刚讲的组合贷你超过1000万这个贷款金额的房子假设你贷款2000这没关系，你1000万是可以去用新青安，然后剩下1000万走一般贷款就这样。那这1000万就是走新青安的规则就是这1000万它有宽限期什么，然后算一算之后你总共是多少，那就再缴，就这样。所以剩下的额度用一般贷款来补足，这个就是用一般贷款的额度你一样首购80%嘛，如果你是首购的话80%嘛那所以总价是还好那最后你要知道，能用新青安你就早点用这个好像还是有人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讲一下好了，就是新青安不是放在那边然后都不会消失的呢，它是有落日时间呢。新青安的实施日期，我说的是新青安新的，其实青安这种东西早就有了，青年安心成家贷款800万那个800万30年，这个青安我给你猜，你觉得青年安心成家贷款这个东西出来几年？我跟你讲10年很早之前就有出现就没什么鸟它。然后去年实施叫做新青安新版的，它就是加码了这个800万贷款额度到1000万。好 ，OK， 它是实施的日期是2023年，去年的8月1号开始，然后什么时候截止？2026年的7月31号，2026 7月31号。你说到时候政府会不会加码？那个再说那个政策上那个在研究当然大家都猜会嘛，对不对？如果他硬生生就把这个新青安直接斩断，那怎么办？那他之后就比较麻烦。2026年会遇到什么？地方首长的选举，对不对？好啦，那个政策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就不去乱猜。然后这个政府会补贴这1.5%的房贷利率，也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之后就回归正常利率。所以你有符合资格，然后你现在有能力买房子，那你能上车，你干嘛不上车？前提是你要自住。这个我在八卦的时候再说明。那另外现在已经公布嘛，一生申请一次，所以你就是看到符合你需求的房子，那你就再上车就好。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个人因为太急着上车，结果用新青安买房子，可是他过没有半年他就想把它卖掉就不要，你就是谨慎一点这样做是有点可惜。好啦，讲完了我们今天讲50岁能申请新青安吗？那我先跟你分享新闻统计的结果，超过50岁以上申请新青安有核贷的，目前都已经超过3000户了所以是可以的。你不要觉得说自己50很老那么这个我应该不是青年吧然后这跟我无关，不是这样银行就认为你是，政府就觉得你还是青年就是这样。现在银行的内规是核贷的贷款年限不超过75岁那就是那个你的年龄再加你贷款年限，你加起来小于等于75这个等于是天条如果你要去更动这个东西可能银行法都要稍微去做调整，然后走立法程序、修法程序，所以应该不会去动这一条。那这些人应该不太可能我说年龄大的就还可以让你突破这个天条那台湾的银行就是很保守你年纪越轻，你能够贷款的时间自然越久，这就是年轻人在买房子的天然特性天然的优势。那另外我也提醒你了新青安的申请是有时间限制的，最晚就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那依照现在的局面来看，我跟你说，未来审核的标准会越来越严格你看新青安到现在，它这个补破网一直修改，那个规矩加多少了
哦，那到2026年应该会加的不成人样哦。那如果你有能力，那你确实要自助，你又用得到，那你就申请啊，这没有什么好申请啊。我也不是在说新青安的不好，我只是来分析给你看说新青安是怎样。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哦，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新青安这个话题。累了哦，这个就不想再聊了哦。不然你去看其他 YouTuber 好，他们也分析的蛮到位的。我之前上节目也是讲这新青安哦。我先说另一个结论哦，新青安搞到现在已经变得不香了哦，不香了。它主要体现在几个问题哦。来，第一个，利率它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哦，然后它缴的总利息，甚至你这样换算起来，40年把它缴完会比一般房贷还要多一点点，大概多6万块，所以它没有什么金钱上的优势哦，因为它回归正常利率以后会比较贵。然后你新青安为什么以前我是支持新青安，我现在跟你说它不香了，原因是这样，就是以前这个以前也没很以前啊，这就是调整新青安规则以前就可以怎样你用新青安买一间真的就给他交屋过户，然后怎样？可能你等了2年，然后有涨幅把它卖掉应该很少这种人，因为他就是去年8月1号才开始的，所以说到现在这些房子都还放不到2年就对了。总之就是你可以买新青安然后你把新青安卖掉，那此时你身上是不是又空了？空了之后你还可以再用一次新青安，就会造成很多自产的人在怎样布局，他就是说没关系，我买新青安，然后我等出租3年以后我把它卖掉。那你有涨嘛？我把它卖掉，卖掉之后空了，我又可以再用80%的首购去用一个新青安，这个东西啊，就是存在能不能这样搞？现在来说不能，可是当时大家一堆人绝对都是这个剧本，现在被封死了，叫做新青安一生一次对不对？好，那再来现在绑死不能出租以前也没有说你可以出租，还要签那个自住契约，对不对？然后那个契约你有签过，你就知道那个看起来那么影印又影印，就看起来不是很正式的东西。那就签了，大概也不当一回事那绑死不能出租，这一点对这个影响自产客的节奏就有影响那就是说现在宁愿怎样就算了，什么新青安，那就绑死不能出租，然后规矩越来越多，我怎么知道以后新青安变成怎样？那他就办一般房贷，他就不考虑新青安了。那一般房贷你是首购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你要个2年3年宽限期也是拿得到也不错啦。那新青安我想它之后条件一定是越来越窄它规矩会一直加，不破网嘛，就这样。是因为它在上路以后才一直追加规则你看一生一次然后以前要签自住契约，现在也要然后现在是真的会反正就是这样就捕获网就对了。以前也没有说就你死都不能出租你要来跟我怎样不然你要怎样大家那边不当一回事，对不对？你要不要猜猜看你猜猜看，现在绝对已经超过6万户核贷的新青安，有几万户早就拿出去租给别人，对不对？他新青安一交屋后他就出租了，对不对？这6万户里面有几万份是租约正在跑的，对啊，然后规矩一直补上来，补碰一直补，规则你一开始没有讲得很清楚，
好，那后来用不破网的，反而啊会让之前啊办新青安的人，他就是骑虎难下。啊，这些正在跑的租约啊，你是要他们现在立刻瞬间马上把租客赶出去哦？所以大家现在就装死啊！我要是被查到，那我就吞了嘛那该罚该补的我就这样那我新青安我自住啊，这是最没差的，也是政府政策要服务的对象那还没买想要用新青安的啊，结果他目标就是要来自产的。他就算了，他就不要选新青安，因为他绑死不能出租这个政策会有 bug， 我们都很明白就是要看它是 bug 还是后门嘛那政策的制定会 bug， 这个东西我们都很明白但是新青安透过这个 debug 它已经被改的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现在认为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就办一般房贷就好。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我出租嘛，对不对那我是自产的需求。但如果你今天是自住的需求，你有首购，你有想要用，那你就去用没关系。它不是有一个截止日吗？那你就去用这没关系，这是政府的美意，那你就去用。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心里就有打定自产出租的需求，那你就不要考虑了。这个自产出租需求包含到你这间房子未来都不能够出租。40年房贷，40年不能出租来你自己觉得，假设你本来就是打算自住，那之后你要怎么办？之后你会搬家，你会干嘛，对不对？然后搬家你也不想卖，那你就想那我拿来出租还不行对啊，所以不 OK 啦。就如果你只要认为自己这间房子以后有任何出租的需求，你就不要用了就这样不然到时候换你骑虎难下不破网一直补那未来问题越来越多。到时候弄到你这个你看怎么办？所以新青安那就你是打死要自己住好，那你就办。如果你日后有想要出租，那你就不要办那就是这样。那早就有房子的人，我跟你讲，新青安、旧青安都跟你无关，因为我们早买了嘛，对吧？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在讲明我在话修呢我在旁边看，我们早就没有那个资格我们又不是首购那。就说新青安金马峡那，然后又很多的那个观众朋友会来问我现在都问说，那你这间房子日后有没有可能想要出租？他说，前几年不会吧，后面我就不知道了。那你就不要用不然到时候瓦力也出代志来跟你分享。